现在如果你想购买一台索尼相机，你大概率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型号太多了，有 ZV 系列，有 A7 系列，有 A9， 有 A1， 甚至还有 FX 系列。光念这些名字可能就把一些新手吓跑了。这里必须要吐槽一下，索尼的命名真的非常混乱，而且很拗口。之前的视频我也说过，我是一个索尼的用户，所以对索尼的相机更加了解。那么今天这期视频，我就带着大家去搞明白这3件事儿。首先，索尼为什么如此畅销？第二，不同的预算和需求，我会推荐哪些机器？第三，有哪些机器的规格非常的夸张，但很有可能你用不到？当然了，这期视频并非赞助，所以请放心观看。那么首先，我们从最关键的问题开始。为什么索尼相机如此的畅销？很多人买相机的时候，其实第一眼看的是参数，看的是规格。而索尼真正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只是某一台机器强，而是把整个影像生态做了非常细致而完善的细分。简单的说，你买的不是一台相机，而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开始会在各个品牌之间犹豫不决，但最后都会选择索尼。第一个原因就是索尼的一卡口生态真的太完善了。索尼是最早全面转向无反相机的品牌之一，所以一卡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呢，因为它开放了一卡口的协议，使得你可以用的镜头非常的多，不单是原厂镜头，也有很多第三方的镜头。像我现在手里大概就有10几支了吧，有10几支镜头了。这对于新手来说非常的关键。如果说镜头的选择少，或者说副厂镜头并不开放，那么你后期升级的时候就会非常痛苦，很有可能一个普通焦段的镜头就要花掉你很多的预算。第二个原因就是索尼的产品线非常的完善，这就导致一个结果，无论你是新手、进阶用户，或者你是职业摄影师和一些视频博主，甚至专业的影视团队，索尼都有相应的产品提供给你，不会让你在买完第一台机器之后发现没有可以升级的路线。不得不说，索尼大法最强的还是它的刀法呀，只要你还在一卡口生态里面，很多的镜头和配件都可以通用。从长期来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索尼的自动对焦非常的强。很多人对索尼的印象就是对焦快而准，当然不是说其他品牌的对焦做得不好，而是索尼很早就把对焦好这样一个特点写进了大众的认知里边。绝大多数情况，只要设置合理，你只要做好构图，然后按下快门，相机自己就可以完成其他所有的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视频博主、婚礼摄影师、活动摄影师，甚至一些新闻记者会选择索尼的原因。毕竟干活的时候稳定可靠比什么都重要。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索尼在视频领域非常突出的能力。这几年你会发现，无论是短视频 Vlog， 还是一些商业视频、纪录片，甚至一些专业的影视团队，都在选择索尼。而索尼也提供了从 ZV 系列到 A7S3， 再到 FX3、FX6， 再往上还有威尼斯等等这些专业摄影机的选择。索尼很早就把视频创作这件事单独拎了出来，又碰巧赶上了自媒体影像的大爆发，所以索尼顺理成章的获得了相当多的市场份额。这就导致了第5个原因，就是索尼的二手流通性非常的好。这一点也是非常利好新手，毕竟呢，你会需要更多的镜头，你的机身会升级，配件会更新。一个二手流通好的生态系统，会让你的每一次升级成本都低一点点。而且索尼的好处就是，网上这些配套的东西很多，教程也多。如果你踩到了某些坑，很有可能别人也踩过，那么就会有人做相关的教程，这样会大大降低你的学习成本。这5点加在一起，使索尼相机成为了非常有吸引力的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具体的机器。首先呢是入门款和性价比款。那么这里我会推荐 ZV-E10 Mark II 和 A6700这2台机器。那这2台呢都是 APS-C 画幅。那么这2台机器呢，也代表着2条完全不同的入门方向。首先是 ZV-E10 Mark II， 如果你想选择你的第一台相机，而你拍摄的主要内容也都是一些短视频、Vlog 和一些自媒体内容，那么我会强烈推荐你选择 ZV-E10 Mark II。它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入门的视频机，所以你会看到上面很多的功能都是针对视频制作做了非常多的优化，比如翻转屏，比如超轻量化的机身，甚至呢还有机内美颜，这也是很多女生都会喜欢而且想要的功能。这些东西对老玩家而言看起来会有些并不专业，但是对于一个刚开始做内容的人来说，这样的功能非常的实用，而且会帮助你节省大量的时间。毕竟画质和流量是2码事，这也是我花了很久才得到的教训。如果你经常一个人对着镜头说话，拍一拍桌面产品或者日常出门记录，而且想让画面比手机拍摄的画质更好一点，那么这款相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而且呢，它是可更换镜头的相机，这就比买一台固定镜头的相机会有更好的成长空间，也能满足更多的需求。当然，它也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缺点。
首先是 ZV-10 Mark II 没有取景器，如果你非常喜欢传统的拍照，而且经常在非常亮的环境里面拍摄，在天气非常晴朗的环境下，它的显示屏就会显得有那么一些不方便。第二点呢，它不是一台适合学习严肃摄影的机器，不是说它不能够拍照，而是它的很多设计都是针对视频进行了优化。第三点呢，它没有机身防抖，如果你经常需要手持拍摄，还是需要注意是否有镜头防抖、稳定器或者一些后期防抖的选项。那么第二台呢，就是 A6700 就是索尼的 APS-C 画幅里面的全能小钢炮。这台机器呢，我认为非常适合3类人。第一类呢，就是预算有限，只能购买 APS-C 画幅的相机，但同时希望机器足够的强。第二类呢，就是摄影新手，旅行、日常、人物、街拍、宠物都想尝试，同时呢，也希望有视频功能。那第三类呢，就是想要高性价比，同时一台机器可以用很久，不会出现过分的性能瓶颈。而 A6700 的优势就是它比较全面，它有比较新的对焦系统，有不错的连拍能力，有更完整的操控，所以它既可以来当做旅行机，也可以用来让你学习摄影。同时呢 ，APS-C 画幅呢也有一个优势，就是轻便。很多新手会被全画幅3个字所吸引，觉得只要是全画幅就更加专业、更加高级。我在之前的视频也说过，那台真正适合你的相机就是那台你愿意每天带出去拍摄的相机。那么如果你想了解如何挑选自己的第一台相机，也可以看看我这条视频。A6700 呢搭配一些小巧的镜头，非常适合旅行和日常拍摄，你可以轻松的把它放进包里，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负担。那么说到这台机器的缺点，首先呢就是价格，它虽然是 APS-C 画幅，但是说实话价格并不便宜。到了这个价位呢，很多人就会开始纠结，我都花这些钱了，为什么不去直接买一个全画幅？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常见，但我的建议是不要只看机器本身，要看整个使用机器的成本。全画幅机身看起来只是贵了那么一点，但是全画幅的镜头往往更大、更重，也更贵。如果你的预算不是特别的充足，那买了全画幅机身之后，只能搭配一个比较一般的全画幅镜头，那这个时候整体的拍摄体验可能还不如 A6700 搭配一个比较好的镜头。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APS-C 画幅本身的问题，它在极限虚化和极限低光的环境里边表现确实不如全画幅。如果你非常在意前景深和奶油般化开的背景虚化，或者呢经常在弱光环境下拍摄，那么全画幅确实会更加适合你。那如果你想购买一台索尼 APS-C 画幅里边更加全面、更加均衡的相机，那么 A6700 是那个非常好的选择。接下来是进阶混合机，这也是绝大多数人都会关心的类别。这个类别呢，我会推荐2台机器，一台是 A7C 2代，一台是 A75。那么从这个分类开始，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了全画幅。那这2台机器的定位就非常的关键。A7C 2代就是极致轻量化的全能混合机，而 A75 就是2026年索尼相机的绝对主力。它们看起来都是既能拍照又能拍视频，并不是特别偏科的选择，但事实上它们适合的人群其实并不太一样。首先说第一台就是 A7C2， 这是一台非常容易被误解的机器。很多人看到它的第一反应就会说，这不就是一台小一点的 A74 吗？那到了这个价格了，为什么不去选择更加专业的机身呢？很多人在买相机之前都会幻想自己拿着相机每天出去拍照，但事实上很多人买了全画幅相机，在搭配完镜头之后，整体的体积和重量就会劝退你，而导致整台相机放在家里落灰。而 A7C 这个系列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把全画幅塞进了一个相对紧凑而且外形相对比较时尚的小机器里面。那 A7C 2代这台机器适合哪些用户呢？首先就是旅行拍照， A7C 2搭配一个小体积的镜头会是非常舒服的组合，比如一些小定焦或者一些轻便的边角头，它不会像长枪短炮那样给人太多的压迫感，非常适合你每天带出去拍照。第二类是生活方式博主，也就是平时会拍一拍照片、拍一拍视频、拍拍 vlog， 偶尔呢会拍一拍产品，同时呢也希望自己拍摄的内容比手机更加有质感。那么这个时候 A7C2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第三类就是刚开始从手机或者 APS-C 画幅的相机升级到全画幅的用户。总的来说 A7C 2代降低了你拿全画幅出门的心理压力，而且 A7C 这个系列真的很漂亮，尤其是银色的配色，我认为是索尼相机里面最漂亮的，这会让我非常愿意拿着它出去拍摄。那么因为这个轻便紧凑的定位， A7C2 也有相应的缺点。首先呢是它的操控不如完整的 A7 系列机身那么完善，因为它的机身更小，所以它的波轮和按键就会受到空间的限制。如果你需要经常的调整拍摄参数或者一些比较严肃的拍摄场合，那么 A7C2 可能就并不适合你。第二个缺点呢就是单卡槽，这对普通用户来说可能没什么，但是对于一些商业拍摄和一些比较严肃的拍摄场合，没有双卡槽的备份总是让人不那么放心。那么第三点就是这个小机身搭配一些大镜头的时候平衡感一般，总有一种吕布骑狗的感觉，当然这也是轻量化机身的通病。那么接下来第二台就是 A75， 相对于 A7C 2代的轻便来说，
A75 的关键词就是主力。A7 系列的任务就是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求，所以 A7 系列的定位就是一台拍照、拍视频都能打，长期用起来也不会容易过时的全能水桶机。那么它的适应人群就是那些预算充足、想要全画幅相机，而且视频和照片能够兼顾。那这一类用户其实也是用户量最大的。也就是说，当你确定了自己会长期的拍摄，但是又没有明确的需求倾向，那么 A75 一定是那个不会错的选择。当然，到了 A75 这个级别，就不再是入门的全画幅相机了。你要看重的就不仅仅是机身，你要搭配更好的镜头、更好的储存卡，甚至更好的麦克风或者更好的电脑。那么再接下来，你就会有自己明确的需求，这就来到了专业细分领域。从这里开始，我会推荐的机器就不再是那些适合大多数人的机器了。这里呢，我会分成2组，一组是照片组，一组是视频组。首先照片组呢，我会推荐，我本来是想说要推荐 A7R5 的，但是就在这周呢，索尼发布了新的 A7R6，新机器呢有一块6680万像素的全对战式传感器，而且这回呢有机身 8.5 档的防抖，每秒30帧的高速连拍。从像素的角度来讲，提升不太大，但是有这样几个功能我觉得比较重要。第一点呢，就是它采用了全新的 XR2 的图像处理器，同时呢它搭载了全新的 AI 辅助的自动白平衡。从官方提供的样张上来看，这个提升其实挺明显的，尤其是在自动白平衡作用的情况下，它的照片色彩会非常的真实。当然呢，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还是大家要等一等，看看各大网友上手之后的实际测试。但整体我觉得呢，这2项升级呢都比较重要，尤其是白平衡的部分会大幅的减轻你后期的负担。如果你已经是一个索尼用户的话，你一定会明白索尼的相机有多么依赖后期。同时呢，更新了大量和视频拍摄相关的内容，例如说这个双增益模式、DJU 模式，以及呢双增益的 ISO。目前官方呢还没有数据，但是我看有博主实际测下来，这个第2档的 ISO 是在5000。然后呢，它的追焦也变得更好了。视频方面呢，支持从 8.2K 超采至 8K 的30帧视频，但是呢有 1.2 倍的裁切，而且也支持拍摄无裁切的 4K 60帧和120帧的视频。所以现在呢，关于高像素相机的推荐呢，我其实略有一些矛盾，因为单从像素的角度来讲，6680万像素和6100万像素差距其实不是特别大。在现在我们去买一台 A7R5 大概只要15000左右的价格，但是如果你想买一台 A7R6， 现在官方的预售价格是31799。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确实是 A7R5 要更合适，但是我个人还是在这里决定会推荐这台新的 A7R6。高像素机的需求呢，不单是风光摄影师，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商业摄影师，包括一些珠宝呀、室内拍摄呀，甚至一些广告摄影师都会需要一台有更好的拍摄视频能力的机器。甚至于索尼多年的旗舰 AEM2，对比于这台新的 A7R6 来说，可能优势就仅仅在于读出速度和跟焦能力了。那么我对这台新机器的看法是，如果你现在手里已经有了一台 A7R5， 那么我觉得升级 A7R6 的意义不是很大。但如果你现在需要一台高像素的相机，但是现在手里没有的话，那么新的这台 A7R6 将会是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择，而且我相信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边都不会过时。所以屏幕前的你怎么看呢？那么接下来呢是视频方向，首先我会推荐 ZV-E1， 这是一台很特别的机器，它是一台全画幅的 Vlog 相机。当然它不仅仅是简单的 ZV-E10 Mark II 的全画幅版本，而是索尼把一部分高端的视频创作能力下放到了一台轻便的面向个人创作的机身里。ZV-E1 这台机器就特别适合单人博主，如果你经常需要一个人出门拍摄，自己拿着相机，自己对着镜头说话，也要自己完成收音、对焦、构图等等拍摄流程，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这台机器足够的简单、足够的轻便，也要足够智能。而 ZV-E1 就是为这种拍摄场景量身定制的，它的5轴防抖、更好的机内美颜以及 AI 自动构图，能够最大幅度的简化单人博主的拍摄压力。那么相应的，这台机器是一台明确的偏向视频拍摄的机器，它能够拍照，但我并不会推荐你使用它来拍照，因为它的很多设计都是针对视频拍摄来进行优化的。同时呢，它适合更轻量的拍摄，而不是更专业、拍摄时间更长的商业视频流程。夏天的室外30度左右的环境，拍摄 4K 30帧，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会过热关机。同时呢，因为它轻量化的机身没有过多的扩展，所以不太适合非常严肃的拍摄场景。那么这里我就要引出更加专业的视频拍摄机 FX3。FX3 是这几年索尼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台机器。我在第一次看到这台机器的时候就在想，这不就是一个没有取景器的 A7S3 吗？那么实际使用了之后，我才深刻的体会到这台机器才是真正适合专业拍摄的机器。
就像现在这个视频就是用 FX3 来拍摄的。那么这台机器，索尼给它标注了 Cinema Line， 就是所谓的电影级。但是实际使用下来，我的感受是它并不是非常的电影级。如果你需要一些更加专业的功能 ，FX6 才是那个更加适合你的选择。FX3 这台机器的定位更加适合那些小型化的专业团队，以及一些更加轻量化的拍摄场景，例如说车拍或者悬臂拍摄。然而有好莱坞的院线大片都是这台机器来拍摄的，所以是否是真的 Cinema Line？我觉得见仁见智。那么这台机器有跟 A7S3 一样的高感，它拥有双增益 ISO 800和12800，都可以拍出非常纯净的画面。这里要注意，不是双原生 ISO， 而是双增益的 ISO。在 ISO 12800下，它的动态范围会有一定的衰减，同时暗亮的动态分布也会有一定的区别。这些内容，当你对视频拍摄有足够的了解之后，就会明白这之中的区别。但在日常使用当中，12800的 ISO 极大程度上方便了在暗光环境下的拍摄条件，使得一些没有太大光学的镜头也能够在夜晚获得非常好的画面表现。当然 FX3 这台机器不是一台适合新手的机器，同时我也不太建议个人用户使用这台机器，它的完整使用成本其实并不低。买了机身之后，你往往要搭配一些镜头、更好的储存卡，甚至更大的硬盘，也需要买一些手柄、兔笼、ND 滤镜，甚至可能要搭配一些灯光。总的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投入，而个人用户操作起来也会非常的麻烦。同时，这里一定要强调一下，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如果你不是特别着急使用 FX3 这台机器，那么我都不推荐你在这个时间点购买 FX3， 因为种种信息都暗示今年有可能会出现 FX3 的升级换代版本，所以推荐大家在这里持币观望一下。好，讲完了这些细分领域，我们来聊一聊索尼真正的旗舰。我主要会讲两台机器，一台是 A93， 一台是 A1 Mark II。这两台机器就不是为新手准备的了，它们更像是索尼在告诉你，如果你不差钱，到底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性能。先说第一台 A93， 它最大的标签就是速度。这台机器最核心的卖点就是全局快门。我们简单的讲，一般的相机快门都是一个卷帘的形式，卷帘拉开就完成了一次曝光。数据呢是逐行读出的，所以当你拍摄一些非常快速运动的物体的时候，就会出现变形，这个就是所谓的果冻效应。而全局快门指的就是同时把整个传感器的画面读取出来，这样就从根源上避免了果冻效应的出现。所以 A93 并不是一台普通意义上的高端相机，而是专门为高速场景拍摄准备的旗舰相机。那么它适合哪些人呢？首先是体育类摄影师，比如拍摄足球、篮球、田径或者赛车运动，这些场景都有一个共同点，动作快，瞬间稍纵即逝，不可复制。第二类呢是新闻类摄影师，这张火遍全网的川普遇刺的照片就是 A93 拍摄的。新闻现场、发布会、演出，现场环境往往非常复杂，你既不能控制灯光，也不可能让拍摄人物停下来等你。这种情况下，相机的速度可靠性就非常重要。而第三类呢，就是野生动物和鸟类摄影师，也就是打鸟用户。拍摄动物、拍摄鸟，很多时候跟拍摄体育很像。鸟类起飞的一瞬，动物奔跑的瞬间，也是不可预测、不可复制的。这个时候 A93 的高速连拍和抓拍能力就非常有价值。第四类呢，就是高速闪光灯用户。全局快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闪光灯同步。如果你想要在更高的快门速度下使用闪光灯，那么 A93 的全局快门会给你更大的创作自由度。那么说到这里，普通人很显然就不适合购买 A93 这台机器。如果你只是日常旅行拍照，那么 A93 的很多能力你可能都用不上，所以没必要花旗舰的价格去买来一个你可能很少会触发的功能。而另一台呢，就是 A1 Mark II。如果说 A93 这台机器是速度专精，那么 A1 Mark II 这台机器就是索尼的全能旗舰。它不是为了单一的极简场景而存在的，而更像是索尼把目前它最顶级的能力尽可能的塞到了同一个机器里。高像素、高速连拍、极强的自动对焦和视频规格、顶尖的机身性能和可靠性，尤其是对焦方面， A1 Mark II 这台24年底发布的机器，时至今日依然是索尼对焦最强的机器之一。那 A1 Mark II 的用户，我认为只有两类人，一类呢是顶级的商业摄影师，比如你拍广告、拍时尚，客户对画质有要求，同时要求你输出照片和视频。这种情况下，一台综合能力极强的顶级旗舰机就会使你的输出更加的可靠。而第二类就是那些不差钱的用户。总的来说，买 A1M2 很可能并不是你需要，而是你想要。毕竟谁能拒绝一台旗舰机呢？而 A1M2 这台机器作为一台旗舰机，并不等于它的所有性能都是最强的，所以它的价值是给那些真正需要顶级综合能力的人一个终极答案。
讲到这里，各个分类和需求的索尼机型推荐就讲完了。这里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如果你是新手，主要拍视频内容，拍摄短视频，拍摄 vlog， 优先看 ZV-E10 Mark II。如果你预算有限，但又想认真的入门摄影，优先看 A6700。如果你不确定自己在未来是更喜欢拍照还是拍视频，那么 A6700可能要更稳妥。如果你想要一台轻量的全画幅相机，而且要求颜值，那么选 A7C Mark II。如果你想要一台长期的全能主力机，优先选 A75。如果你是一个个人博主，需要自己拍摄大量的视频内容，但想要一个全画幅的相机，优先去看 ZV-E1。如果你准备认真的进入视频拍摄流程，或者你是一个小视频工作室，优先看 FX3。但如果并不着急，不建议在这个时间点购买。如果你主要拍体育、拍新闻、拍野生动物、拍一些舞台需要极限的速度和全局快门，去看 A93。如果你是一个顶级商业摄影师，或者咱就是不差钱，那么咱们看 A1 Mark II。土豪请和我做朋友。而上述的所有相机里面，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台索尼的 FX3。我手里这台相机已经陪伴了我5年了，可以说我的第一桶金就是它赚回来。这台机器是非常可靠的工作伙伴，所以我真的很期待它的更新换代。或许我会专门出一期视频来聊一聊我对 FX3 2代的期待。相机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参数越强越好，那台能够让你更愿意拍、更容易拍、更愿意带出门拍摄的机器，才是那台最好的相机。如果你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交流。如果这期视频能够帮到你，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这对我真的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